好。我来推。走吧。你的胡子都已经能看见了，明显有一天晚上没刮胡子的状态。啊，郭林老师。郭林老师。你好，小马。老师好。你好，大家好。我们到那边，给您到小会议室那边改稿子。好嘞。反正您看您跟哪组？你好。老师好。哪组有什么要交流的、想问的，到时候您就随时喊他们，好的，把他们叫过来。好的。稿子都完成了是吧？稿子都完成了，对。你看看这算不算完成吧？行，我先看看。您先看一下，反正纸质版的也有，您就在电脑上改好了。反正顺序您看先开哪个都可以。字号还可以，可以。您先看哪个稿子？就按打开的顺序吧。我先看浏览一遍啊。好。鸡叫扰民非小事儿，暗藏交易与盲区。标题还是很新闻的。我感觉顺序应该不会给我们大改，我觉得要改的话就是改其中的一些。改细节。哎，糟了。现在我觉得老师应该会改挺多的。他是最后一道审核关吗？他就得先保证说这个东西可以上版面，然后最后还要再审一道，以保证你最后能上。这个确实问题比较大，这完全掉了个个儿，后面还能扭回来吗？哪一种？谁的新闻稿？又让我们猜。哎呀，这个问题也比较大。他的表达方式选择上，他不应该选择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啊。他们都是实况偏多。你们稍等，但这个基本上改不出来这个。他这个其实应该是用类似于小纪录片的跟拍方式。王玉的那个吗？小纪录片。小纪录片的跟拍王玉的吧？感觉。王玉的那个小纪录片，不像新闻，确实，因为它有结构也非常好。这篇还真是蛮像样的，结构的完整性也非常好。我先改起来。他们会改完之后再选是吗？他们片子还没出来啊？没有，一会儿晚上他只给文字稿。对。而且给到的都是最核心的那个证件。层次和结构基本上都不需要怎么动。我把这个要往什么方向去改，我跟他们说一下好。行。玉林，你把诗文叫过来。诗文，到我们了，快走。自我介绍一下，三横王，国家的国，双木林，我是王国林。老师好。是我们这次和各位选手们一起合作的新闻坊节目的主编。你好。两位是？我是张诗文，我是韵玲，王韵玲。小王，我们同姓。对，我们是本家，小张、小王。小张、小王。大家的稿子我刚才基本上浏览了一遍，然后呢，足球教培机构人去场空这一条，说问题了呀。这篇稿子难度是在于说，它通常在我看来需要有一个相当成熟的调查记者才有可能 hold 得住的选题。所以确实你们选了一个很难的一个选题。在最终的呈现的效果上来说呢，
确实也不是最好。郭宁老师还是一针见血啊！真的。首先，这篇稿子现在最直观的一个是它是个双头的东西，就是它既有这个关于教培机构退场之后所谓的后续的维权问题啊等等这样的一条线索，这是一个头。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头是它似乎像是一个民间互助自济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法，就是说我也愿意教，你愿意学。那么也就是说，这样的两个头相互之间虽然有联系，但是其实你发现没有，这是两个独立的问题。哦，对，你现在把两个问题放在一起，这个本身在结构上就是个很大的问题。在我个人看来呢，更有价值的是后边的这部分。后边的这一部分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选题，是我很有兴趣的一个选题，就是我几乎没有看到过这种，我姑且把它叫做互助自济这样的一种。那么问题就来了，首先对于这种方式你要有一个清晰的交代。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啊，你说这个同样是跑路的某某机构，校区和静安校区已经恢复运营，为什么体育场吃主管开放？这个问题其实你问反了，你没发现吗？哇，老前辈就是老前辈。对那种新闻价值点的嗅觉。对。你应该问的恰恰是为什么校区和静安可以恢复运营？如果它是一种自济互助的形式来做成这件事情的，那我可能更关心是他们怎么做成的。在这个基础上再来问为什么同样的方式成了2家，第3家就不成，你才有问这个问题的基础。那么在为什么不成，我们再进入下一个层次是，面对它的这个不成，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可做的？单单这一个问题，它的层次就已经够丰富了，你再把前面那个扯进来，那就更没边了。首先，我觉得你是在两者之间只能选其一，这是一。第二的话就是选其一之后的层次要把它理清楚。好，那就先去把这个结构大动完了之后，再重新调整一下吧，好吧？然后再交回了一版稿子。好，抓紧。好，辛苦。好的，谢谢各位老师。哎，哪里，你们也很辛苦，确实媒体就是个辛苦的活儿。提前适应一下。没有素材了，这能救吗？按他刚才说能改吗？他们没有时间去拍了。改在这儿，改。不过咱们确实够绝，咱们选了个是很难的。但我觉得这个挖这个层次的过程中是有意思的，就是很可惜你的出镜没有办法用，在外面晒了那么久。没事，我中间也有出镜啥的，就是反正中间有用的话就用，实在不行那不用呗。反正中间有那么一段，结尾有那么一段，然后采访的时候我也露脸了，那无所谓了，没事，不要纠结这个东西。诗文韵林，哎呦。雨佳，哎，这俩人还在剪辑室呀。老师给你们改稿子。这俩人熬2个大夜了。对。打起精神！干！加油！我觉得待会儿改完之后啊，那个可以眯一会儿再开始剪，但是就怕一眯醒不来。昏迷了。走吧。他们现在脑袋有点晕，昨天蹲了1个晚上，蹲了个通宵。我听说他们这两天很玩命啊，拼了都已经，他们已经一夜没睡了，都已经拼了，今天继续熬第2个大夜。我刚开始看岛屿，改在岛屿这边，从岛屿开始改呀。岛屿是黄金位置啊。是女生写的吗？对。这行文上就是能感觉到。哇，这个特别
宝贵，改稿特别宝贵，它是思路的外化。先给你们宽宽心。老师说这个可以直接改，相对来说基础还可以，所以老师就直接改了。游戏，哇，你在这个岛屿里边使用了很多相对比较感性的表达，此起彼伏的啼鸣，划破寂静的夜空等等，我给你保留了。因为这个呢，就岛屿它实际上是跟具体的主持人有很大的关联性，就是同样的词儿，划破寂静的夜空，我放在嘴里就不那么合适了。这还要看人，所以我姑且都给它保留。因为这个，而且我们刚才说到，就是岛屿呢，因为它是主持人的口语表达，它比我们的正文部分其实是更随意一点，更加允许你有一些更加多元化的一些表达。那个执法人员的2段采访，我做了一个大幅的删减。城管只管门外，市监只管门内，就 OK 了。OK。你的这个现场守候是全片的亮点。这确实是一个记者最应该做的事情。记者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代替观众的眼睛出现在现场。好了，这篇暂时就这样吧，也谢谢你们，都辛苦了。谢谢。我去叫下一组。小改动小，哎呦，来，这个我们先选一下吧。我觉得这一组大有希望。这个，而且他们的素材那么丰富，还能剪错到哪儿呢？大幅删减是好删的，加才难。第一组就这个问题，他们加不了了，去不了，没有新闻现场了。我稿子给你俩啊。来了，到你们了。好。再拿1份。好，走。我看你们俩很精神。我们抓紧，我已经快不精神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王国林，三横王，国家的国，少木林。2位是？王主编你好，我是杨文蔚，然后小杨，我叫庞征。对。小杨、小庞，你们好。你们的这篇高龄电梯的稿子，这种肯定是好的。最好。是我目前看下来，在结构的完整性和流畅各方面来讲，以及最后落点等等方面综合评判，我觉得是完成度最好的。完成度最好的一篇。干嘛长舒一口气啊？他们的完成度，它确实可以长舒一口气。谢谢老师。我刚才跟陈婷在说，我说如果要是需要赶稿子很急的情况下，我只要在几个关键点上稍微动一下，其他东西哪怕我不改，问题也不是最大的。就是它没有原则性的问题了。不错，这个岛屿还是蛮简洁的。这里的时态有变化，不是5天前了。我这里解说词，回头你们可以注意一下，就是因为你们稿子的基础比较好，我是做了相当的克制，有好几段解说词就是一段一句话，一段一句话，全部用这个采访来做说明，这样的话会更流畅和更有说服力。好。这方内容还是很好的，很扎实的，因为确实有科长来把这个大致的流程捋一下，真的棒。亮点是解决方案，太清楚了。OK， 这篇没有什么问题。OK， 我改下来就只剩2张。庞征他做了缩减，没关系，我告诉你，这种地方缩其实特别宝贵，就留下的全是精华。好，老师们辛苦了，谢谢王老师，谢谢老师，加班到这个点。来，子泰、王玉进来。哎，来了，老师。
坐，你们俩坐。哟，2个都是男生。对，这组2个都是男生。你好，你好。王老师您好。首先我想说的是，您2位选择的这个选题是个非常棒的选题，但是也是难度很高的选题。我不妨说，在这个4篇稿件里面，它是在难度上是数1数2的，呈现的结果并不好。难度是数1数2，但是，最大的问题首先在于，我觉得你们在呈现的方法上，或者说方式上，是错误的。不妨说，其实最适合他的方式是跟拍的、讲故事的，类似于小纪录片那样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且呢，在对于这个里边的这个事实的陈述当中，这还有很多原因，比如说最基本的一个新闻事实，这家饭店和这些老人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从稿子里没有看出来，他是受社区食堂的委托，还是说他纯粹是爱心义送？就是他们之间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就是基本事实都没有做交代。这一个到底多少人？然后收不收钱？只针对谁？怎么启动的？送几餐？然后是不是每天就是中餐、晚餐、早餐？您这么一说，还真是，对吧？缺了好多东西。再一个，你也没有发掘亮点啊。比如说，我看到这一句，说这个老人给他准备了1万块的大红包。你可要知道，不是上海的老人家不是轻易给谁都能拿1万块出来的，这背后发生了什么？这里面有什么故事啊？都没有呈现。所以，当然我刚才说过了，这是非常难的一个选题，你们选了一个很难的选题。那我这样，我给你一个这样的建议吧，不拘那个篇幅的长短，你有没有可能剪成一个小视频呢？试试看，或者，我们也把它自由一点，我们不把它定义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小视频，就是你觉得需要加点旁白你就加，你觉得不需要纯粹就用那个实况来剪辑来组接也 OK。行，那2位抓紧时间。好，谢谢老师。我们还去一下大会议室吧。又碎了，又碎了，又碎了，哥。姿态又碎。宇哥，你说，你真听懂了吗？刚老师说的那些，我听懂了。我尝试做一个专题片吧。老师不是建议做短视频吗？我这短视频更可行一点啊。我们先剪短视频吧。那个是马哥他爸是吗？姓儿都不一样。他总说我爸，欧爸爸。国林欧巴在帮你争取落实。国林欧巴就觉得就是你完全可以依照自己的想法来。哦，欧巴。国林欧巴，国林欧巴，他听的是国林我爸，你这空耳空的，跟智胜的那个空耳简直是有的一拼的。你给我翻译一下，刚刚国林老师说的是他说的是啥意思？翻译，是这样，就是他觉得这个内容我们不应该做新闻报道，应该做一个专题片，就是记录这些老人们的一天，他们怎么反应，他们去怎么接受。内容方面，他觉得我们哪里说这个，就是他混乱的点就在于这个内容，它不是一个通过新闻的形式来体现温情的一个方式。我听到他说建议以小纪录片或者短视频的形式来呈现。我们确实现在没有结构的，对我当时写的时候，我是能感受到没有结构的。
就是这个东西它讲述的维度很多，然后可能我们一开始就把它想窄了。这样吧，那个明天不是10点半交吗？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在想，现在就你没有任何想法。Yes。你准备什么时候睡觉 ？I don't know。现在连切口都没有。就是这样的，就是短视频最后我们肯定会交的。然后 ，Yes。你如果没有想法，你可以先休息。我是说咱俩可以轮换着来。对，今天我就不回了。就是把这个东西直接剪出来。你现在有什么想法？你想从哪里？就是陈阿姨和她的这个，就是他们这2个是呼应的。就从红包那个角度来入手的话，就是2方都有采访内容，我们可以直接填进去。就是从红包入手，这个事要怎么展开？是这样，就这个陈老师是这样，她和她丈夫应该都是很高知的人。他们是从大概在20年左右开始去接受这个爱心餐，就陈老师他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然后在接受爱心餐的过程当中呢，陈老师他见证了很多的，不管是小马也好，还是的送餐员也好，这些行为让他感动，然后让他非常感动以后，就一点一点的累积，以至于他特别想用一种方式来感谢这个马老板，然后呢，他就找了一天的时间，偷偷的跑到了这个小马哥的这个饭店，然后呢，让小马哥下来，然后把这个钱偷偷塞给了小马哥，但是小马哥还不要，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对，然后他当时就是要给他下跪，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我是没听懂那个老师说的那些，他说的那些点，因为我们整个的拍摄都是在以一个就是新闻的那个报道的形式来走的，就是他觉得我们不应该用报道的形式，就是做这个话题。他当然可以通过新闻的形式。对，他说的是2位没有通过新闻的形式来体现这个温情了。就是我们当时受这个形式影响，现在就拍了这么多东西，但是现在我们素材还有很多，还可以把这个素材剪出来。所以说呢，我们就是用一个构造式的逻辑把这个内容展现出来。就它其实不是一个新闻，已经是一个旧闻了。是我们拍的素材，报道性很强，对话性很强，但是故事性很弱。对，所以这个就得写。但是国林老师确实提出一个能把他们这些素材盘活的思路，但问题是时间。我们可以交俩吗？可以交2个短视频吗？他俩人要做2个片子啊，做。你能想到短视频的剪辑吗？我觉得2个人未必能搞出一个像样的东西，不妨做2个，你按你的思路来做一个。可以，我按我的思路来做一个。可以，这样大家可以搏一搏。可以。OK。What？ 我把他们的采访同步给你，我直接给你盘吧。可以，那给我盘也可以。上 NKO。2个思路做2个片子，反正你小屏嘛，都可以咯。